我追求她很久了，她是一个受过伤的女孩，所以内心特别的自卑。我真的想保护她一辈子。刚开始我觉得我们只是朋友，可是有一天她突然跑来跟我表白，我真的有点难以接受。我觉得没有什么难以接受的，我就是喜欢她，为了她，我愿意去改变我自己。她的喜欢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负担，我也想过去接受，可是感动毕竟不是爱情，感情都是可以慢慢培养的。我就是想请她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好好的照顾她。欢迎两位哈，小马今天是来告诉全天下人，你爱的就是他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啊，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认识多久？我们两个是在。在第一次见完面之后，我才得知他刚才讲的那2件事情。当我知道之后，我心疼，我对他真是更加的钦佩欣赏啊，就是打心里就像喜欢上了。然后在后面的几次见面当中，我发现他穿的是黑色的裙子啊，不止一次，我就觉得，显得不像是他这个年龄，那种散发出来的朝气蓬勃啊，所以我就想送他一件。纯白色的裙子，她在我心里就像白色裙子一样的纯洁美丽。这是你为她做的事情是吗？还有别的吗？我感觉她能带给我动力，她喜欢积极向上、乐观的男孩啊。我当时我4级过了，我要请她吃饭，她很惊讶。英语4级。对啊。然后她说这是很平常一件事，干嘛要请我吃饭？其实我的学校我学的这个专业，英语4级跟你学位证、毕业证是没有关系的。因为那个英语专业不做要求，所以大家都不怎么学习。我报考了2次都没过，就想为了他，我改变一下，我努力证明我自己，我能上进。然后我特别高兴想请他吃饭啊。如果说出于朋友的角度，如果我能给你带去一些正能量，你去考试过，我会很为你高兴。但是说你用这个作为交换条件让我就是去吃饭，我觉得这个理由太牵强。如果我去了，更会让对方误会我对他意思，所以说那天我就拒绝了。因为我没有去嘛，他都是那种心情，就说你不去我就要天天给你订外卖，就是天天订。那时候每天我都接到那个外卖小哥的电话，就天天来订外卖。每天都给你订外卖？对，他订了差不多得有1周多吧。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办法，我说那这样吧，我说那我当感谢你，我请你吃顿饭吧。然后我就叫他出来了，出来我都说你这样就是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。然后他说行，以后会尊重你，我不会这样的。然后他说的就是挺好的，可是到生活当中又是另一个样子。比如我上课我发现他在，我去图书馆他也在，老给我制造这样的惊喜。就是有你的地方就有他。对，然后当时我身边的很多同学都觉得我俩是情侣关系，就会这样说吧。我也不想让大家误会我，我说不是，那反而就是越抹越黑。当时我就特别困扰这件事情。我真的就是想多了解你，多关心你，然后多多的照顾你。你总是用你的方式，你从来都没有
考虑过我的感受，这是一方面，而且我也觉得你没有必要就是对我这样，因为从一开始他是一个树洞，后来就是把他当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。姑娘，我问你，你到底喜不喜欢这男孩？是感动，不是喜欢。那你跟他说过吗？我不会爱上你的，我不喜欢。说过。那你就一直都在拒绝他，是吧？是，但是有一次，他让我比较感动的，就想说要不要给他一次机会。然后那天是这样的，那天我就是没有之前跟他透露说我要周末干嘛。他当时想约我出去玩，我当时都拒绝了吧。后来他知道我要兼职这件事情，当时我大早起的时候，一出宿舍门都见了，只有他一个男生吧，那提着早餐。那天还挺冷，就在那傻傻一直站着。当时我看见他的时候，说不感动是假的。我那时候就是内心就是挺感动的，看着，但是内心就是比较矛盾，就是有2种力量一直在顶撞。一边就是觉得，他一个男生为你做这么多，你最起码要给他一次机会。另一种声音呢，就比较理智，就说我不想谈起感情这件事情，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走出来，内心还有一点阴霾，这样我不想把负能量带给别人。那你现在走出来了吗，姑娘？现在就是说生活就是现在就是好起来了。那他行吗？我们后边还发生一些事情。还有事儿呢？什么事儿啊？暑假的时候有一个周杰伦演唱会啊，他特别喜欢我，就是暑假做兼职，我拿了那个工资买了2张，就是我跟他一块去看周杰伦演唱会。我想他应该会感动，会去的。去没去？起初是拒绝的。为什么拒绝？因为我俩没有发展到那地步，而且我就说我也知道他就是学生嘛，一下子就是买了2张演唱会的票，然后我就拒绝了。然后拒绝他又一直就说他多么不容易拿到这2张票。然后我说那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必须答应了我再去，就是说咱们必须 AA 制，我必须把这个票钱给你。他当时就是态度特别强硬强烈，就是说你不AA制，我就是不去，我就暂时先答应他。然后就去没去啊？去了之后就发生了一点就小矛盾吧。怎么了？就是在挥手的时候，我的手不小心就是碰到他的手了，然后我就情不自禁的握住了，然后当时他的反应特别出乎我的意料。我攥着他的手的时候，他把我直接瞪开了，我能感受到他的害怕跟抗拒。你当时为什么把他手给打开呀？当然这样，可能说他刚拉住我手，可能说他无意的吧，但是他并没有松开，然后就也通过他牵我手那一刻，我就感觉就像脑子突然醒了一样，就感觉这个男孩应该他不是我就是想要和他一起走下去那个男孩，就那种反应嘛。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女孩子跟她一个喜欢的男生如果说牵手的话，肯定会害羞、会心动、会开心吧。当时我的第一感觉，我都没有顾不上想，就第一感觉就是我想挣脱开，就是特别别扭的那种状态。从那之后，我已经知道我内心想法，我已经给他说清楚，说不可能，就说也不要让他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都把该说的话已经说了吧。他就是说非要上节目，这算是最后一次是吧？对，就最后一次的努力。对，我想通过这个节目，然后正式一点，然后最后一次向你表白，真的想照顾你、关心你，希望你能接受。还有我那个之前送他那个裙子，在我的心它就像那个裙子一样的纯洁美丽。你不会告诉我说这裙子你也带来了吧？我确实真的带来了，就是这条裙子。我真的就是想把这个裙子，希望你务必收下，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，就是接受我也好，拒绝我也好，这个裙子是，真心希望你能收下。可能这并不完全代表爱意吧，还有出于我对你的祝福，希望你以后就是生活得更开心、更快乐，做一个坚强的女孩。这真的爱的就是你，我管你对我怎么样，反正我就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，是吧？怎么整啊，曲老师？来，在女孩没有明确的回复之前，我倒不建议说一定要让人家收下这份礼物，因为首先礼物代表什么？是心意，你送出去的一定是你的爱意，但是对方把你当做什么呢？朋友、恋人、准恋人、好朋友，不知道。至少你现在不知道，我相信呢，女孩心里有时候知道，
有时候不清楚，纠结。爱情的最关键点是一定要是相爱。你们过去了这段时间，就是你单恋，他就把你当成一个倾诉的对象，一个好友。所以女生，你做的好的是说，哎，你清楚的跟他表达过，我们不可能。但做的不好的是说不够决绝。什么样的是爱？什么样的是被感动？一定要想清楚。好好的，其实先扪心自问，上一段恋情你走出来了？如果你真的没有走出来，那千万不要开始一段新的恋情。让自己尽快的走出来，想清楚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多问题就自己就可以解决了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我可以看一下这件白裙子的样式吗？可以。女孩看过这个裙子的款式吗？没有你都没有看是什么样的，你都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个样子。是一件小公主一样的裙子是吗？白色的蕾丝的。对。其实我觉得你真的不太懂此刻的她。这件裙子承载了你很多对女孩美好的感受，但此刻的她，你不知道她需要什么。不是完全她接不接受你这件礼物，接不接受你这份心意，而是她此刻接不接受这种状态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分手，我不知道那场车祸究竟改变了什么，但我相信她一定受到了很大的伤害。我相信你是爱她的，因为你喜欢她以后变得更加的正能量，你努力学习，你努力关爱她，你努力想要照顾她、保护她。对你而言，其实我觉得这场你心中的爱恋对你是正向的，你可能变得更好、更积极。所以就这一点来讲，你在当中是有所收获的。但其实回过头来看姑娘啊，你用了好多个词，我印象特别深。你说刚见到她，她像一束阳光。我当时心里一动，我说都像阳光了，你还不扑上去吗？我们人类最渴望的就是阳光啊。但是你又说，他对我这么好，成为我的负累，所以你内心是多么的纠结，多么的矛盾，又多么的自我封闭，连阳光一样的事物来到我身边，我都不敢接受。虽然你不愿意讲，但我相信你在过往的那段经历中，一定内心哪里受到了极大的触动，或者说极大的恐慌。就像他用了一个词说，当他牵你的手的时候，他从你眼睛里看到的是害怕。你并不害怕这个人，你害怕美好，因为你曾经拥有，但是丢掉了。即便再看到美好，你都会和分离结合在一起。你觉得也许我的爱注定就是面对分离，所以再看到阳光，再看到美好的时候，其实他是害怕的，他心里是不安的。其实我觉得你不要难过，出车祸也好，曾经的爱人分手也好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你没有错，姑娘。而我相信善良的你，一定会慢慢走出来的。因为如果你不善良，如果你身上没有光，你不会吸引到另一束阳光。你明白吗？其实你是一个小太阳，只是可能在跌跌撞撞中碰到了一些阴影，但是你的光一定会大过阴暗，迟早你还会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发光。所以我觉得此刻我们都不要慌张，停下追逐的脚步，让姑娘从校园生活啊，从她和同学的陪伴啊，或者是生活中其他的乐趣当中慢慢走出来。如果你够爱她，给她时间，这段时间不是说我们不联系了，你可以默默的陪伴，像以前一样去关心她，发一些微信。我相信有你的默默的陪伴，有你的这束光，它会好得更快一点。到那一天，我们再沉下心来看看彼此是否合适。总之，小伙子是完全正向的状态，我很替你高兴，你是一个正能量的状态，也变得更好。姑娘也是在恢复期啊，也是在慢慢走向阳光的过程，所以不要哭泣了。一天总会比一天更美好，明天一定是光明的。加油吧，姑娘，好吗？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问男孩一个问题啊，你今天是来想要表白最后一次，是吧？如果他今天拒绝你呢？我其实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还没有做好
就是被拒绝的这个准备不是准备的特别好，但是刚才听前面2位老师都讲了之后，我感觉我应该能放得下吧。毕竟，他给我的是积极乐观，让我有了奋斗的努力。有你这句话就好。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啊，不谈论你们之间的感情，我来说说让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什么，学到了什么，也分享给所有现在正处于爱或者追求爱、被爱的青年男女当中哈，给他们分享一些东西。首先，女孩的3观非常的正，她不是说一直在封闭自己，或者说一直抗拒你的爱。她非常明白现在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，我在此刻的状态之下能不能接受一份爱，包括她对于爱的认识也非常的清楚。她知道什么叫心动，什么叫感动，什么叫感觉，什么叫爱情。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向姑娘学习的，不优柔寡断，这是爱情当中最好的方式。第2点是，你从他的身上找到了更好的自己，因为人家说一份好的爱情就是能够让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，所以在这段追求的过程当中，你成长了，也收获了，要谢谢他。所以我觉得不用去纠结很多不必要的事情，因为我们还年轻，我们未来有很多的未知的路。可能现在对你来说是对的时间，但可能遇到了不合适的人，对他来说是错的时间，遇到了一个真正对自己的好的人，没关系，我们认认真真的对待这份爱和被爱的感觉，然后去迎接更美好的明天。送你们一句话：不负韶华，勇敢去爱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沙老师。它像一束阳光是吧？阳光跟阳光还有所不同呢。正午的阳光太烈，会把人晒死。只有初晨的阳光最和煦，容易映入你内心深处。我觉得它像正午的阳光，有点太烈，太主动，所以你有点不适应，是吧？我问一下男生，这个女生有缺点吗？在我的心中就是特别的好。你看，这就是问题，这不是爱。这是迷恋，你把它想象成了你内心当中所想象的样子。是人就有缺点，你说你爱他，你连他什么缺点你都不了解，你说你的爱是冲动还是盲目呢？你对他还不足以有足够的了解，所以这个时候，你非常强烈的说你爱他，你不觉得有些浅薄吗？每个人都有爱人的权利，但每个人也都有拒绝的权利。爱情讲的就是一个你情我愿，如果你的爱让对方感觉到窒息，我认为这种爱要止步。所以我对你的建议就是，你尝试着作为朋友去了解他，了解他内心深处。到了那一天，你真正了解他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他是不是你内心真正的样子，你也知道你应该怎么去对待他。到那个时候再送裙子，也不迟。我本来以为你是没有走出最开始的创痛，后来我想想也不是。今天中午到我房间去合影的是你吧？是。你看你挺有勇气的，他早就走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想告诉你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表错情会错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澄清就可以了。但是在爱情生活当中，表错情会错意，那会害死人的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你要知道，你的一举一动很有可能会给他误会，你的一个迟疑会给他无限的遐想，你的一个微笑会给他无限的鼓励，你的一次承诺会给他下一次追求你的机会，你的一个玩笑会成为他信以为真的证据。很多情况下，你的无心之举会成为他的有心之意，而你内心不能回馈这份所谓的爱，你内心又觉得歉疚。到那个时候，短痛就是长痛。所以如果真的不爱他，可以不给他机会，但如果你觉得这个阳光的男生可以作为普通朋友进行交往，你们可以水到渠成，自然而然的去结束，不要以任何的目的作为自己行为的动力。男生，你懂我意思吗？
两个人都是善良的人，请男生深思熟虑，请女生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话语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我觉得两个年轻人还都算对自己负责任，所以女生今天要做的事情，男生反正人家表白过了嘛，裙子也拿上来了，对吧？男生，话都说出来，人的意思就很简单，你要爱我，你就接受我，对不对？你要不爱我，跟你说清楚也行，是吗？哎，说吧。那纵使我们之间相处的不尽人意，但是我还仍然感谢你出现在我生活当中，然后帮我做那些事情。我可能对你的感情只是感动、感激，但感动不是爱情。我也想过说服自己说去接受你，但是我真的做不到。我希望你能听下去老师说的那些话，然后我希望你将来之后就是不要再对我有任何的想法了。好，其实我也是真的想你以后就是更开心，想你真的快乐开心。我喜欢你是真心的，但是那爱一个人不一定非得拥有，也像各位老师刚才讲到的一样，爱是两个人的，是相互的，可能是我单方面的爱你吧，所以没有顾及你的感受，我不会勉强你。挺好。这样特例一下，应该是1份礼物对吧？今天送2份，一份涂老师送给你的这个粉儿，不找你照相了吗？啊，走出去了。还有一份呢，曲总你送给他，等他有女朋友的时候可以把那个送给女朋友嘛，对不对？这可以吧？来，爱情一定最终会降到你的身边的。谢谢徐总。啊，小伙子，谢谢你，请回。多好，这小伙子啊！